黄风岭800里，遍地耗子架大狙，内藏泰山摩崖客，还有河南取景地。大家好，我是徐工。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考据式通关的第6期。可能有朋友要问了，为什么刚更完第2集就直接跳到第6集了？因为我发现有好几个博主都在做近似的内容，而且进度都比我快一些，但大家考证出来的原型其实都差不多。因为文物的原型，尤其是建筑的原型，基本上是唯一的。这种吃别人尾气的感觉实在是太憋屈了。那我干脆直接快进到黄风岭，也让他们吃我的。中间跳过了3到5集，等到后期再补上，绝不会像萨尔夏一样拖好几年。一键3连加关注，我们的黄风岭之旅正式开始。开场无头僧演唱的叫做陕北说书，演唱老师名叫熊竹英，大家直接搜他的名字就能找到他的很多唱段。这里多补充一点，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党曾经使用陕北说书宣传解放战争，这种亲切的艺术形式比对面文绉绉的宣传词更能深入人心。此处出现的魔改造像，头是老鼠头，胸前有璎珞，据此推断，应是用现实中的某处菩萨像换头魔改而来。我能找到的最相似的原型，便是安岳石窟华严洞的这处菩萨像，两者胸前同有璎珞，而且璎珞的下半部同样是左右一撇一捺，中间一横一竖，下方还有一撇，同样是左手抬起似托有法器，右手搭在腿上，坐姿同为结跏趺坐，且都是衣衫下垂。虽然细节上有差异，但它已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像的原型了。无头僧所弹的琴则是现实中的三弦琴，上边蒙着的皮看起来像是蛇皮，而现实中的三弦琴确实蒙着的是蟒蛇的皮。此外，无头僧的脖子上还带着一串绿珠子，一开始我以为是绿松石串，后来发现我弄错了，这颜色根本对不上，它实际上是孔雀石串。对比之后发现，两者不仅颜色一样，连花纹都非常接近。躲过前边的弓箭阵，在上山采药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龛石雕，它取景自河南省郑州市的市博物馆，原版文物为馆藏的北宋历史造像。河南的天命人巡礼方便了，旁边的几个小龛里边的造像都风化没了，几乎无法辨认。如果站在远处看，发现这些小造像所在的建筑是用一面汉阙改造出来的，但上面加的小节目太多了，已经难以辨认是哪个阙了。看颜色倒像是雅安高一阙。在跟着提示奔向土地庙的时候，能在山崖间看到很多悬棺。在现实中，悬棺是一种神秘的丧葬习俗。据我所知，山西有悬棺，重庆有悬棺，四川有悬棺，而我不知道的更不知还有多少。山下魔改菩萨素材则是之前素材的复用。再往后，终于到了土地庙了。黄风岭的各个土地庙采用的造型也是相同的，说一个就等于全说了。仔细看土地庙门的壁画，它就取自敦煌莫高窟322窟的弥勒说法图壁画，连损毁的位置都是一样的。这是在至少1年前就被扒出来的现实原型。然后我们再看土地庙的屋顶，它不是五殿顶，而是只有4根屋脊，从角落往中间延伸。这种屋顶叫做4角攒尖顶，如果是6根，那就是6角攒尖顶。此类屋顶多用于亭式建筑，将来等我这个系列更完了，我就重新更旅游系列的视频，到那时候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亭子的屋顶。这个时候我根据大佬们画的地图得知，附近还有个高二酿道具我没有拿到手，这没什么可说的，马上转回去拿。中途会遇到一些小妖，他们手里拿的藤牌很像是流失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14到16世纪西藏盾牌，国内也有很多同款盾牌，但是没找到一模一样的。再走到一处入口的附近，会在入口旁边发现一对汉阙，这对汉阙的上边是有多个小佛龛的。那么此处的汉阙应是我们在游戏上线之前就挖出来的平阳府君阙，它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当初我挖了好久才挖出来。现在我们来跟两者做个对比，我们不难发现，现实中整齐的斗拱在游戏中变得破烂，而破烂的斗拱则在游戏中变得整齐，下方的小佛龛也得到了还原。但游戏里的汉阙则被加上了阙顶，现实中的阙顶都快烂没了，所以这边的改动相对还是大一些的。而汉阙顶端的虎先锋造像原型则推测为大同市博物馆的唐代石雕护法力士像。我们将两者做个对比，其左手的宝杵造型相同，右手的姿势相同，腰带造型相同，下身的衣服造型相同，区别则在于虎先锋上身多了件左坦的衣服。其实游戏里的妖怪基本都是左坦的装束，改成这样也合
合理，力士的头被换成了虎先锋的头，此外还增加了背光，那是昔日百姓对虎先锋的感激，一切改动均在情理之中。再往里走到尽头，终于看到了道具高二酿的所在地，这是一种回血的酒。高二酿的造型很明显源于来通杯。然后我在挖原型的时候，在海南省陵水县博物馆的官方公众号内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图片，难道这件东西就收藏在这里？难说，毕竟他们的官方公众号也没有做任何的介绍，所以此件物品存疑。然后我们来看后方的杯，这个手法可以用拍照模式给放大一些。放大之后，我们发现最后方的光明照见4个字与山东省泰安市泰山景区之内的经石玉书法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此杯的内容应是经石玉上的金刚经。再次感谢网友醉哥的私信提醒，不然我都没注意这边。那么此处的取景地应该就是泰山经石玉了。但经石玉这地方比较偏，一般没什么人去，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在我的主页搜泰山，我是旅游博主知道吧？我这个泰山的视频攻略可以说是相当细致，你在鸿门县的篇章里就能找到经石玉所在的岔路。土地庙的不远处有一处被俗称为王八驮石碑的景观，其实驮着碑的兽不叫王八，人家的真名叫做赑屃，又名霸下。龙之9子中，赑屃是第6子，外形是龙图腾与龟图腾的结合，但越做越没有龙样，所以就总会被人们误认为是乌龟了。再往下就该往土地庙前方的地下通道走了，洞口上方有一个造像，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吧？这就是灵隐寺香炉下边的小鬼，被换了个颜色给放到下边来了，换成这个颜色更契合黄风岭本身的自然环境。再往后是一段我缺失的素材，我本该去下边池塘里打一个青蛙 BOSS 浪里个波，但这段素材我当初没录上。这个 BOSS 比第1章的青蛙厉害，但也没有太厉害，我才死了7、8遍就过了。打完 BOSS 之后，我们就回到这块石头所在的位置，然后就学会炼丹药了。之前路上我们采的药草，现在基本上都派上用场了。那么下边我们就来给这些丹药的原型挖一挖。未说丹药，先说炼丹炉。游戏里炼丹炉的原型是现存于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的明代铜炼丹炉。需要炼丹的时候，就把干锅放在最上边，提的时候提2侧的铺手先环，这样没那么烫手。下边的麒麟大嘴则是火门，应该是可以通风或者加炭的。然后我们看丹药参试丸的原型是明代的发华缠枝牡丹纹葫芦瓶，这种工艺的本名叫做粉化，方言读作发华，所以发华这个词儿反而被外省人传出去了。这件原本文物在哪儿我是没找到，但发现山西晋城高平那边做了个新的，可以带着这张图去晋城博物馆的文创区转转。然后我们看伏虎丸，这一模一样的文物原型我是没找到，倒是找到了一件差不多的，它就是原釉里红堆雕盘龙纹葫芦瓶，目前被挂在一个拍卖网站上，起价1600块，而且还包邮啊！喜欢的可以买下来。然后我们来看神霄伞，它的文物原型是宋代钧窑的蓝釉加彩花卉瓷瓶，这是从一个拍卖网站上找到的，但是很可惜，大部分链接都打不开了，连图都是糊的。我这是为数不多的一张清晰图。杜张伞这个最好找了，这种裂纹叫做冰裂纹，搜冰裂纹葫芦瓶能出来一堆图，慢慢挑就是了。与它最相似的则是这件北宋官窑葫芦瓶，目前也被挂在拍卖网站上，但是没有明码标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站详询。文理伞的文物原型是蓝釉窑变葫芦瓶，所谓窑变指的是在烧制过程中颜色出现随机的变化，比方说这个瓶口就是紫色的，我以为是游戏魔改，其实现实原型就长这样。文物原型我也是在这个拍卖网站上找到的，但点开全都不是它，这属于是挂羊头卖狗肉了。最后是避凶药，这个文物原型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明清绿釉葫芦瓶。以上便是我手头的全部丹药的文物原型，余下的要么是药材不够炼不出来，要么是暂时没考证出来。但目前我们所挖出来的这些，无论是建筑原型也好，文物原型也罢，在黑神话悟空的整个游戏中不过是冰山一角，沧海一粟而已。至于我们会在未来发现多少宝藏，那怕是难以估量的。所以我计划在彻底通关、彻底考据一遍之后，再继续走上巡礼旅行的道路。今天的内容考据就到这里了，在下期内容里，我们即将继续深入黄风岭，去发现更多的现实原型，各位敬请期待。